不久前呢，我把评论区问的比较多、比较典型的问题单独拿出来做了一期护肤答疑，结果我收到了更多的问题。有个朋友问呢，他说商家宣传的小分子玻尿酸到底有没有填充皮肤的效果？是不是如商家所说的可以抗老？还有一个朋友问说，曾经被誉为3大抗老成分的玻色因，现在却被人说只能修护不能抗老了，到底谁说的对？第3个朋友问，他说他用了2个护肤品，结果搓泥了，那这是不是白用了？那我怎么能识别和避免这2个产品叠加的时候能不能搓泥呢？我觉得这3个问题都挺有代表性的，所以决定给大家插更一期，咱们今天把这3个问题讲清楚。大家好，我是配方师星星。我们先说第1个问题，玻尿酸。我先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什么是玻尿酸。玻尿酸呢，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面，就像我们的眼球，它之所以晶莹剔透，是因为玻璃体里面充满了玻尿酸。那我们身上的这些大小关节呢，它之所以在我们运动的时候这么顺滑，就是因为它里面充满了玻尿酸作为润滑液。那我们的皮肤也是，那年轻人的皮肤之所以看起来充盈饱满、晶莹剔透，也是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多的玻尿酸。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玻尿酸会逐渐的分解流失，而我们自身生成玻尿酸的能力会下降。带来的后果呢，就是这眼睛不那么亮了，这关节呢动着动着还会嘎吱嘎吱响了，这个皮肤看着也没有那么充盈了，甚至干瘪松垮下垂了。这就是为什么玻尿酸是护肤品成分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那在刚开始的时候呢，科学家就想，那把我们身体里存在的这种形式的玻尿酸直接拿来做护肤品成分给你用，你吸收了不就补了吗？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存在的这个玻尿酸呢，它的分子量非常大，150万到几百万道尔顿。当它用在皮肤上的时候，它只能停留在你的皮肤表面，它是不能被吸收的。为什么不能吸收呢？这就好比说我这个几百万分子量的这个玻尿酸就像一头大象，而你的皮肤间隙只有老鼠洞那么大，那让一头大象钻老鼠洞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没法被吸收。然后科学家们就又开始动脑筋了，既然咱这么大，就想办法给它切小了呗。然后用什么酶切技术、水解技术，反正不管什么技术，最终确实把它切得很小了。现在的玻尿酸生产工艺可以达到的最小分子量，甚至可以小到500到800道尔顿。也就是说，大象变成了小蚯蚓，这老鼠洞肯定是能钻进去了。实际科研实验里面也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它可以吸收到真皮层了。好，吸收的这个目标达成了，那这个进去了的小分子玻尿酸达成了我们补充玻尿酸让皮肤更充盈的目的了吗？没有。那为什么不行呢？先听我来描述一下这个玻尿酸被吸收到皮肤里面之后，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玻尿酸呢，它是一种很特殊的分子，它能够结合自身重量1000倍的水分子。也就是说，当它进入到皮肤里面之后，它就开始抓水，到处抓水分子，直到抓满1000个。抓满1000个之后，它整个膨胀出来的这一个大的分子就是一个玻尿酸分子。那你想，如果吸收进来的是一个大分子玻尿酸，它假如是一个足球大小的话，它抓完水分子之后，它可能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但是它现在进来呢是小分子玻尿酸，可能只有一粒绿豆那么大。那它抓完1000个分子之后是多大呢？一个乒乓球那么大。一边是足球场那么大的玻尿酸分子，一边是乒乓球这么大的玻尿酸分子，都放进你的皮肤里，谁充盈性更好呢？这科学家就又开始动脑筋了。那如果我们有一种方法，把大分子玻尿酸直接拉进皮肤里面，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物质进入皮肤有3条途径：1. 通过细胞吸收； 2. 通过皮肤附件吸收； 3. 通过皮肤的间隙吸收。所以大分子想要进入皮肤，很显然只有路径3比较靠谱，就是我们借助一个外力，把它从皮肤间歇给推进去或者拉进来。比
比如说有一家原料研发公司，它就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它利用正电和负电相互吸引的这个吸力，把大分子玻尿酸给拉到了皮肤里面。稍微解释一下这事儿是怎么干的。我们的皮肤呢，里面是带正电的，皮肤的表面呢是带负电的，但是呢，里面的正电的这个电力比较大，皮肤表面的这个电力比较小。而玻尿酸天然呢是带负电的，而且带的不多，所以当我们在想让它吸收的时候，皮肤表面的这个负电跟玻尿酸自身的负电有排斥作用，它就不好吸收。这个特殊工艺是怎么处理玻尿酸的呢？它用了一个材料，让这个玻尿酸能带特别强的负电。这个时候，它跟皮肤深处的正负电吸引的这个力，就大于了皮肤表面的这个斥力，就把它拉进来了。这个呢，只是其中一个特殊化处理的这个例子。其实现在特殊化处理玻尿酸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给它微囊包裹，比如说给它整个的分子进行一些改变，给它乙酰化，等等，有非常多的手段能给大分子玻尿酸施加一个外力，把它推进去或者把它拉进来。总结一下来说呢，就是现在大分子玻尿酸经过特殊化处理之后可以被吸收了。所以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小分子玻尿酸能不能让皮肤变得更充盈呢？答案是不能。我们呢要去买特殊化处理过的大分子玻尿酸。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里有一个难点，就是不管这个玻尿酸有没有进行过特殊化处理，它写在配方表里都那5个字：透明质酸钠。其实作为用户很难分辨，所以为了给大家提供方便，我特地把这个市面上有特殊化处理的玻尿酸原料给它收集起来，并跟这个原料公司去确认了添加了他们家这个特殊化玻尿酸成分的产品清单。因为产品太多了，所以我会挑几个典型的产品放到这个视频的结尾，而完整清单我会放在我的会员专区。第二个问题，我们来聊一聊玻色因到底能不能抗老。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首先说一说玻色因被吸收到我们的皮肤里面之后，它的生理机理是什么。如果把我们的真皮比喻成一个床垫，那这个床垫里面的弹簧就是胶原蛋白。当然了，一个床垫里面不可能只有弹簧，它还得有填充物，也就是海绵。但是我们皮肤里面的弹簧跟真的床垫的这个弹簧跟海绵是不太一样的。皮肤里面的弹簧跟海绵，它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的。这根线呢，就是咱们说的弹簧，也就是胶原蛋白，而上面的这个球就是海绵，就是皮肤的填充物。玻色因进到皮肤里面，它干了什么事儿呢？它干了2件事儿。一个呢是它让上面的这个填充物，也就是这个球变多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它让这单个的球变大了。那玻色因是怎么让这个球变多的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球和这个弹簧之间呢连接处它是有一个接口的，这个接口的多少决定了这一处弹簧上面有多少个球。这个接口呢是一个特殊的化学结构，叫做木糖，而这个玻色因呢，它就是木糖的衍生物。当它进到皮肤里面之后，它身体的一部分分解出来，就可以合成这个接口。当这个合成的这个接口变多了，它生成的这个球就变多了。简单的说，就是玻色因利用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帮你合成了接口，让你的球变多了。每一个球呢，它都不是空的，它里面会有填充物，这个填充物呢叫做糖胺聚糖。那玻色因进到我们的皮肤里面之后，它可以促进糖胺聚糖的生成，也就是这个球的填充物的生成。那生成的多了，这个球就变大了。所以你看，如果这个球变多了，单个的球还变大了，那我们的床垫是不是就变厚了呢？那我们的真皮层的弹性和充盈度是不是就增加了呢？它是不是就抗老了呢？那为什么会有说这个玻色因只能修护不能抗老这种说法呢？是因为呢，它把修护定义成了屏障变厚的过程，但其实它跟抗老并不冲突。抗老永远不是一个单一通路解决的事情，它肯定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解决的事情。那我们的屏障变厚了，皮肤的耐性变强了，皮肤更结实了，更饱满了，更充盈了，它又何尝不是一种抗老的手段呢？
那市面上添加了玻色因这个成分的产品呢，在2022年之前，只有欧莱雅集团的品牌有这个添加玻色因成分的产品。我呢，根据自己的这个经验，给大家介绍几个我自己认为很好的添加了玻色因的产品，我都放到视频的最后，大家可以自取。第3个问题，有一个朋友说呢，他用了2个护肤品搓泥了，这护肤品是不是白用了呢？我先给大家下一个结论，只要你这个泥搓下来了，它就是白用了。为什么说这泥搓下来就是白用了呢？因为这个泥是你这个产品在你皮肤表面形成的那层膜，这个膜里面包含这个产品所有的功效成分全在里面。你想，你都把它搓成条子都掉下来了，它都不在你的脸上了，它怎么可能还有用？那为什么产品叠加的时候容易搓泥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产品里面包含一种成分，这个成分它非常的容易去吸附油脂、吸附成膜剂。它自己的这个性质就是把这些成膜剂啊、油脂啊都包裹在一起。然后呢，当你去揉你的脸的时候，你只要把它搓下来，它就拉着这些成膜剂、拉着这些油脂就一起下来，就跟下雨的这个原理差不多。那雨是怎么下下来的？就是有一个灰尘充当凝集核，然后它包裹很多很多的水蒸气，当它包裹的足够重的时候，雨就掉下来了。那这个物质的这个性质，就是因为它包裹了足够多的成膜剂和油脂，然后你在搓的时候给它一个外力，它就连拉带拽的把这些所有东西一块都拉下来了。那我说的这样的这个成分有一个大家都熟知的，就是神经酰胺。当你这个面霜里面有神经酰胺的时候，它无论如何都非常容易搓泥。除了神经酰胺以外，还有一些粉末状的无机物也有这样的性质，比如说硅石、淀粉、滑石粉、云膜、锰脱石等等，它也是非常容易搓泥的。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其实也简单，就是别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它是一个面霜，我们在手里的给它融化弄匀了之后，按压上脸结束，别去揉它。只要它还在你的脸上待着，它就还能发挥它的功效。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使没有把它搓成泥掉下来，它依然是白用了。这种情况呢，就是典型的成分冲突。比如说 VC 的原体精华和含有碱性增稠剂的一切产品，当它们混合在一起的时候，体系会破坏，然后整个成膜体系会变成碎片，你的这个膜就像掉屑一样掉下来。那什么是碱性增稠剂呢？它们就是指必须要在碱性环境下才能增稠、才能成膜的那些成分。典型的，如果你在配方表里找的话，它只要写了卡波姆的、写了聚丙烯酸钠的、写了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的，这些都是碱性增稠剂。当它们遇到酸，比如说维生素 C 的原体，比如说水杨酸、甘醇酸等等的时候，它们的成膜性和增稠性就会全垮掉。体现在你的脸上，就是一搓就掉屑、就掉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就是这2类产品不要在一起用，因为不管搓不搓得下来泥，都是白用了。比如说强生他们家的身体乳，大部分都是用卡波姆来增稠的，你就别为了美白把 VC 粉掺进去用了。如果大家还有更多问题，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投稿，我会在后续的视频中给大家一一作答。我是配方师星星，欢迎关注、订阅、点赞。